欢迎回来，我是喵屋。Playlife 在6月6号发布了 0.1.3 更新，这已经是这个游戏第3次更新了，真的是更新的非常频繁。但游戏在 EA 期间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而开发团队为了玩家们的游戏体验，就会比较积极的修复游戏，也会同时添加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今天为大家整理了游戏从发布到现在更新与新增了哪些内容，还有官方目前与哪些独立游戏进行了联名合作。那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Playlife 在这次与上次5月29号分别进行了2次重大更新，修复了大量游戏错误，并新增了多项功能。我们先来看看新增了哪些功能。第一个是团体共同用餐，现在我们的人物可以跟其他帕拉市民一起同时进食吃饭，直接来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顺利这么做。3个人选取，一起拿一份，可以吗？他们都会一起拿一份吗？这里有一个取用一份，好，测试看看。好像会吗？崔维斯没有崔维斯在干嘛？他卡了，他没有。所以崔维斯他其实还是有可能会卡住的。但是好像真的有比较好哦，之前没办法，之前好像只能一个一个按。真的有效哦，这个可以。而且我发现沙漠用完餐之后，还会主动的帮大家收拾餐具，然后直接拿去清洗耶。而且整个动作很流畅，没有任何卡顿的感觉。第二个是青少年恋爱，青少年现在可以和其他一样也是青少年的对象调情，并且发展恋爱关系。哇，这个同学很新潮哦。既然是同学也是青少年，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可以谈恋爱好了。哇，他们的为什么要在厕所聊天啦？他们的身高也是差很多最萌身高差。哦，有机会，有机会，真的可以暧昧耶！但只有2%，好低哦，太低了。我觉得不会成功我要测试那个，你可以让我成功吗？太低了啦，被拒绝了。但是是有机会的，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新增的功能也是没有问题的，深情的凝望对方。好，哇，失败，没办法。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好，算了，我们测试到这里就好了。它的几率都太低了啦，但是是真的有暧昧选项可以选的。第3个，在设定选单的辅助选项里，新增了可以调整树木和建筑物淡出速度的功能。这里有个辅助功能，我们点进来之后，就是这里会有一个遮挡视线物品的淡出速度。它总共有4种可以选，一个是完全不淡出，一个是慢慢的淡出，然后还有适中的速度跟快速的淡出。那我们先设定一个快如何？我们拉近之后东西会不见，比较不会挡视线啊。树木跟那个建筑物它就会自动消失。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不淡出的话，它就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这里挡住你的视线。接着来看修复了哪些重大的 bug。 修复了记忆体泄露问题，以减少游戏崩溃的几率，并将游戏一开始载入的时间缩短了约 20%。这个我真的蛮有感的之前在进入游戏时的载入画面，那个等待时间真的有点久。虽然右下有可爱的小插画，但还是会觉得好漫长。现在真的有感觉快速了很多。还修复了无法使用超过50个 Steam 工作坊模组的问题，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喜欢下载 CC 的玩家来说，50个根本完全不够用。再来是扩充了新的内建字型，让模组制作者能够更轻松的将游戏翻译成更多语言。说到这个真的超级重要的，之前我们安装本地化的繁体中文模组，还会需要再额外安装字型渲染档案，
才可以在游戏中读取到我们的繁体中文的字型。但因为这次的更新，游戏本身现在已经有支援这些字型了，所以现在只要在 Steam 工作坊安装翻译档案就好。这个步骤变得简单了很多，也更不容易因为安装错误而导致问题。接着是火灾系统的优化，修复了烟雾侦测器无法正确呼叫消防员，以及消防员未穿制服或者动作太慢的问题，还修复了楼梯着火之后导致路径搜寻出错的问题，并且调整火势不会让它再蔓延到地段之外，这样以后就不用担心因为火灾导致整个城镇被烧毁了。而且现在帕拉市民更有可能会自动的去灭火，而不是只会惊慌的逃跑。那说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来实测看看的啊！烧 fire！ 哦，反应太快了吧？你马上拿出那个灭火器灭火了啊？不是吧？现在反应这么快的哦？消防员都还来不及灭火，他们就结束了。再多烧点东西。太扯！一波梯反应太快了吧？消防员干嘛？他想说，我不用担心了，就走掉了吗？不是吧，消防员？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直接走到这个定点再上去，不能直接开门上去吗？不太合理耶。火又要灭完了吗？真的啊，火又快要灭完了耶。有，消防员终于有在做事啊！着火了，灭火器着火了，赶快帮他灭火啊！他要烧死了。可是沙漠还是只会害怕他都没有灭火消防员他没有先帮小人灭火吗？很快啊，赶快！消防员他要死掉了，快点！有点太悠哉了吧，一点也不慌张，还慢慢走。可是反应速度比起之前是好蛮多的啦，有比较好。现在使用望远镜会增加天文技能，还有使用手机、跳格子、玩布娃娃、跳舞、看报纸之类的，都会增加娱乐需求。为什么他们没有娱乐需求？他们不需要娱乐吗？你们的娱乐呢？不过我发现在6月6号更新之前创建的人物好像没有娱乐需求条有在玩这个游戏的大家，你们的人物也有这样的情况吗？不知道这样的情况算不算 bug？ 官方之后会不会修复？也修复了安妮莎公寓楼梯和泥板店门口的路径阻塞问题，还有某些烤箱因为空间太狭窄无法使用的问题。修复了 Modino 壁挂式水槽的功能，洗手、刷牙都可以吗？为什么在镜中？为什么镜中会是这个样子啊？太可怕了吧！你还有刷牙谁？然后他们为什么要一起做这件事情？不是啊，为什么镜中看出来的样子这么可怕？没办法看到脸，怎么这样？最后，如果你遇到婴儿被传到海上，或者人物卡住无法行动，可以使用暂停选单中的解除卡死按钮，就会传回自己的地段上。还有当帕拉市民生产后，你还没有存档就退出游戏，那这个家庭中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叫查理的裸体角色。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作弊码进入人物创建模式，将查理删除。官方帮这个角色取名叫查理真的很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因为总会让我下意识的想到关于查理的那个都市传说，不自觉的就会觉得有点毛毛的。还有一个关于存档因为未知的情况导致损毁，这个问题目前发生的几率不高，但官方还是建议玩家定时备份存档，以免因为损毁的问题导致进度消失。Paralife 从游戏发布第一天就公开了与 Among Us、K-Fast Game 旗下的 Door Fortress、Boyfriend 当卷、车居绿活这4款游戏的联名合作。6月6号更新的同时，也新增了与 Unpacking 的联名。这对一个刚发布抢先体验的独立游戏来说，真的很不简单。而且这些内容更是免费更新到游戏中，不需要额外付费就可以获得这些角色服装、家具装饰和邮票收藏品。在游戏内的电脑里，帕拉市民还可以实际游玩到这些游戏，并且获得娱乐需求。跟 Among Us 的合作，有船员的 cosplay 服装，它共有12个颜色，儿童到老人都可以穿。
还有游戏角色娃娃、桌上装饰品和主题海报。桌上装饰品和娃娃可以在建筑模式的缩放功能调整尺寸，可以调到很小很小，也可以很大。波伊夫人当卷的合作物品有5款游戏抱枕，分别有3种坐姿的和2种躺着的款式。这些抱枕都只是装饰品，没有额外的功能。车距绿火的是装饰用露营车，分成车顶有物品和车顶没物品的2种款式，而且车顶没物品的款式在游戏中是免费的哦。最新推出的 Unpacking 联名更新，共有10件根据 Unpacking 游戏内重置的物品，例如玩偶还有装饰用的搬家箱。这个玩偶是有功能性的，小孩可以跟玩偶进行互动。娃娃超可爱的娃娃好可爱哟！它有不同的哦，它有不同的蝴蝶结耶。还有这个比较破旧的款式，就只有这个小猪，它有3种款式，哎，好可爱哦！还有什么？还有鸡，小鸡，哇，小鸡有好多啊，戴墨镜的，太可爱了吧！然后还有大的，还没孵化，孵化到一半，好可爱。这些小鸡可以放大吗？哦，可以耶！但是可以放大缩小耶，好可爱哦！蜡笔，还新增一件印有 Unpacking 标志的 T 恤，也有8款主题邮票可以收集。邮票的收集方式只能从每周的账单上获得。其实我觉得这样方式有一点慢，希望官方以后还可以新增其他的入手方式。另外，虽然以上这些联名游戏都可以让帕拉市民在使用电脑游戏时获得乐趣，但如果是拥有滑稽特征的帕拉市民，在游玩 Among Us 和 Kid Bus Game 时，效果会特别好，能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娱乐需求。最后，希望今天有关 Paralives 的更新资讯整理，有帮助到大家更清楚的了解目前游戏的修复进度与新增内容。如果有帮助到你，请记得按赞这支影片，并订阅我的频道，再分享给你一样也喜欢 Paralives 的朋友们看。我是喵屋，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